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爱上电子。这是一个太阳能充电逆变转换板，它分为显示部分，显示部分是这个显示屏，另外有开关和指示灯。这边呢是用了一个单片机，这是显示屏的芯片，通过这个串行线来进行驱动。这边这个是电池的充放电保护板，也是通过这个单片机和这个运放进行检测电流。这个机器呢能够把这个充电的和放电的电流显示得非常清楚，就是因为这个运放放大以后加到这个单片机进行 ADC 变换以后，再经这个数据线传输到这个显示屏进行显示。那么这个板呢相对来说是主控板了。这个主控板呢它包括几个部分，一个是220伏的继电器，当逆变器往外输出电压的时候，这个继电器是断开的。当逆变器电压变低的时候，也就是电平电压变低的时候，这个系统检测到了以后，那么这个继电器吸合，通过220伏给它供电。这两个端子是220伏输出的端子，这两个端子是220伏输入的端子。这个端子和这个端子是变压器次级输出的端子，因为次级输出的是220伏，所以通过这个继电器然后输出。这个继电器在正常工作的时候，它是一个始终闭合的，虽然用的是常开点，但是它始终是闭合的，只有当过流的时候它才断开。我们看这边有一排电阻，这个位置有2排电阻，这个位置有1排电阻，主要是用来检测电压的，是加到这个运放上，然后加到这个 MCU 进行检测它的电压，实时监测输入的电压是否正常，输出电压是否正常。这个芯片通过耦合元件，通过这2个光耦，然后通过这8个3极管输出驱动信号，驱动我们的功率板。这个功率板呢主要是用来逆变的，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H 桥电路，看着是很复杂，实际上也是比较简单的。这端是变压器的初级，这边这些长管都是并联的，然后这边有一排长管都是并联，组成了 H 桥，中间是滤波电容，这一端是接变压器的。这个电容是并联在输出或者是输入的220伏上。很显然这个电容呢，它的容量是 4.7 微法，能够起到一个补偿的作用。这个插孔是热敏电阻，检测机器温度的，当温度偏高的时候，使 NT 系热敏电阻阻值减小，就会使整机停止工作。这2个是风扇的插孔，这个插孔是显示屏，这个插孔是功率驱动，同时还检测电流，加到运放，然后通过运放放大以后再加到 MCU， 这个是2003，是驱动这2个继电器的。这个光耦我们刚才说了是 MCU 输出的 PWM 信号，经这2个3极管，经光耦，然后经这8个3极管输出，一共是4路信号输出，驱动 H 桥。这边就是低压电源部分了，这个是3845，这个是功率管，这个是开关变压器，这边是输出的2极管。这端这个是电流检测的一个变压器，它初级绕组只有这么几圈，它的次级绕组圈数相对来说比较多。它的次级这端是通过这个电阻并联在这个次级上的，然后这端接地，这端呢是接到我们这个位置有一个反馈的电阻，同样是接到 MCU， 实时检测输出输入的电流。另外当逆变的时候，变压器通过这2个端子输出电压，然后通过继电器转换加到输出端，这时220伏输入的继电器就断开了。但是呢，当电池电压低的时候，逆变器停止输出的时候，220伏输入以后，通过这个继电器和这个继电器
输入到我们这个变压器的次级绕组，通过这个变压器再次降压以后，加到我们后边的那些功率管，然后经功率管变成整流桥，整流以后给电池充电。所以说这个电路设计的比较巧妙。我们看这么大的功率电路呢，实际上它的电路图是非常简单的。这边是一排长管，这边是一排长管，这两端接变压器的初级绕组，这端是接48伏供电，这端是接 D。 好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图，电平电压48伏加到这个点，它是通过保护板加过来的，有过充保护和过放保护。然后这个是接 D， 也就是电平的 D。 我们这个功率管实际上是4组，也就是 H 桥电路，前面是我们刚才说的4路信号进行驱动。这个两个点接的是变压器的初级，这个初级线圈相对来说比次级线圈要少，因为这个位置为48伏线圈，这个位置为220伏线圈。当逆变的时候，是在这个线圈里产生交变的电流，输出220伏，通过继电器向输出端输出。当电池电压低的时候，前边的 PWM 信号就不输出了，这时我们这个线圈呢，给它供一个输入的220伏，当然这个220伏电还并联给输出端，这样呢就不会断电。同时呢，通过这个线圈，因为是交流220，在这上产生交变的电流，感应给次级，产生交变的电压。这时通过我们这4组场效应管又整流出来48伏电压给电池充电，当然这个电压呢是56伏左右给电池充电。那么长管呢并不是同步整流电路，那么它是怎么能够向后级输出充电电压呢？好，我们把长管里边的二极管给它画出来。 NMOS 的二极管是这样的，这边是同样的。那么很显然，利用摩斯管里边的二极管就变成了一个整流桥，所以能够向后级充电。好，今天咱们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